这就是 S 城第一医院，还挺气派。看来师傅安排我到这里当保安，还是个不错的差事呢。神医，总算追上你了！我就在这家医院上班，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来这里入职保安。能秒杀我的神医，竟然来我们医院当保安，该不会是上面派来暗中视察我们医院的吧？神医，您早说呀！我带您去人事科。对了，我叫周新道。行，那就麻烦你了。周主任，你怎么来了？这是刚才在楼下门口偶然碰到他，正好顺路，就带他过来办入职。你就是鸡龙山来的那个张文武吧？是，咱们保安科的规矩就是见到领导要敬礼，见到闹事儿的要冷静，见到医闹要第一时间按警报。明白。走吧，现在带你熟悉熟悉医院，先去门诊大楼。看见没？那位就是沙国的李奇博士。医术顶尖，这次带来了一堆先进透析设备，说是要和我们医院谈100亿合作项目。这些洋人的设备也未必我们中医看得准。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吉姆王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到了，现在浑身发烫，情况特别危险。先别慌，快把吉姆王子推进急诊，我们医院有配套的诊疗设备。不行，你们的设备落后，马上腾设备。我们沙哥王子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医院和我们的项目就不用继续跟进了。立刻，马上把血斗设备腾出来，吉姆王子不能等了。这气味是山灰鼠的凝血元素。吉姆王子要是有半点闪失，你们这群人全都要跟着王子陪葬，整个医院都得关门清算，谁都别想好过。要是想救他，就闭上你的嘴。我可是沃尔家族的执行助理，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来人，快把这个疯子给我扔出去！聒噪！你们的设备对他的伤口起不到半点作用，只会显得可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可是 M 国最先进的透析设备，治疗效果是行业内最好的。他是被山灰鼠咬，把鼠毒当蛇毒治，不可笑。你们这样只会害死他。他是什么来头？竟然知道这么多，好像是咱们院里新来的保安。也许真的是我们断错症了。某些老鼠的毒性确实很厉害，尤其是山灰鼠，毒素会麻痹神经，伪装成蛇毒症状。我相信他是神医，我亲眼见到他用针灸救了一个肠绞靴的病人。我没听错吧？周主任都叫他神医，周主任都这么推崇他，难不成他真有通天医术？小伙子，你有办法解毒？有，但想要解毒，我有条件。好，只要你能把人治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朕经你开个数，多少我都愿意给。第一条，让那个女的向我们龙国道歉。吉姆的命第一，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都答应。吉姆助理，你需要向他们道歉，不然万一吉姆出了什么事，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对不起，我为我之前的言行向龙国道歉。第二个条件，准备糯米100斤，大浴缸1口，磨浆机1台，山溪水2吨。只要这些就行吗？还有这个，我师门秘制的自在解毒丹。这是哪门子的疗法？不行，我们要看 data， 看 clinical trial。对呀，这确实是不符合医疗规范。照办，一切责任我担。荒谬，这是巫术。我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身败名裂。再等等，神医一定不会错。
快看，吉姆王子醒了！水，我要水。我承认，是我小看你们医院了。这个人救活了吉姆王子，我们财团会继续跟你们医院合作。之前你当众嘲讽我们全院医术低下，现在还有话说吗？我认错，是我言语过急了。西医的边界，原来只是另一种开始。中西医结合，才是未来。神医，吉姆体征彻底稳住了，您真的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只是暂时稳住毒素扩散，还没彻底痊愈。那后续治疗就全权拜托您坐镇，医院给您最高劳务报酬，资源随便您调用。你们按我的方案执行就行。您说，我们立刻照办。让你们准备的山溪活水和糯米给吉姆连续泡澡3日，排出体内深层残毒。我现在勘据内服外敷药方，严禁任何人私自改动药量。好，要不要优先给吉姆调配重症监护病房？不用，普通病房静养即可。环境越简单，毒素代谢越快。张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之前否定中医诊疗手段，是我认知狭隘。医学不分中西，只分能不能救人。神医，我行医多年，深耕西医，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请您收我为徒。我想系统学习传统中医，钻研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天哪，周主任居然要拜他为师！不必行这么大的礼，我不收徒弟。但你要是真心求学，我也可以教你。多谢神医肯指点我。神医，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字，您为何要屈尊来我院做一个小小的保安？我叫张文武，师傅让我下山历练，我就来了。张神医，您跟我去趟办公室吧，我把这次救人的酬劳一分不少结给您。张神医，这是诊金，院方最终只能下发5万现金，您看。5万，够了。以前跟着师傅在鸡龙山看病，一次诊费才10块钱，没想到在 S 城医院随便救个人就能拿5万。您不讨价还价，我们医院这100亿项目能落地，您可是首功。没事，给钱就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淡泊名利，怪不得肯屈尊来我们医院当保安。张神医，请留步。张神医，您这么有本事，何必屈居保安一职？你的意思是，我们想正式聘请您做我院中医的顾问，独立诊室，专家待遇，年薪各种条件，您随便提。条件嘛，确实有。我不坐班。没问题，您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来，医院挂您的名，给您配专属诊室。诊费我照收，但我不管闲事。明白明白，您只负责疑难杂症，其他杂物绝不打扰。明天我来取诊室钥匙。捡到宝了，这回真是捡到宝了。都给我让开，让最好的医生出来。是粉碎性骨折合并肱动脉破裂，准备进手术室，必须马上截肢。
你说什么？截肢？我大哥没了胳膊还怎么活？不行，我不同意！不截肢他会死的。鸡哥，你看强哥的脸都白了。庸医，你们就是想害我大哥，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让我大哥截肢，我饶不了你！给我远点！今天谁耽误了我们救强哥，老子饶不了你们！小兄弟，有话好说，别伤人啊！医生是救人的，你伤了医生，谁给你大哥治啊？是啊，你别激动，先把龚医生放了。你大哥的情况很糟糕，你放开我，我帮你救你大哥，我会尽量保住他的胳膊。放屁！你们就是想救我大哥的胳膊。今天我大哥的胳膊要是保不住，这医院谁都别想好过。报警，快报警啊！别刺激他们，这些人不要命的。都闪开！谁他妈喷我？我的眼睛！可恶！敢动我兄弟，我打死你！我的天，这小伙子身手也厉害了。这大哥看着不像普通保安啊。刚才谢谢你救我。快，把人推进旁边清扫处置间，通道毒死走不了手术室，就地急救。他股骨中段粉碎骨折，但这条胳膊能保住，不用切肢。准备清扫包，骨钻羊肠线。骨头都刺出来了，必须截肢保命，这是硬性规。骨断脉离，先续其脉，再正其骨。脉不断，肢就不会死。你只管清粗止血，我接骨。你帮我按住他的肩膀，肩修、取池，守3天，外观。麻醉都不用，针刺镇痛，针灸甲午经记载，刺之则痛止。继续清放。这里面是3期血竭骨碎丹熬的接骨膏，活血消肿，这会让骨头长得快。然后打石膏固定住，6周后就能拆了。骨头拼得严丝合缝，一点错位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把我大哥的胳膊卸了？没有，多亏了张先生保住了你大哥的胳膊，不用截肢。医生，多谢你保住了我大哥的胳膊。从今往后，我们所有兄弟任您差遣。医院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以后不要再来医院闹事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叫张文武，是医院新来的保安。保安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精湛的医术？龚医生，急诊那边出事了，主任让您赶紧过去。什么事？一位患者开挖废弃化工舔罐时突然倒下，现在全身浮肿，身体僵硬，家属哭得不行了。张先生，我本来是想请您吃顿饭感谢一下的，看来只能改天了。你要没什么急事儿，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看看？血压还在掉，推一支肾上腺素。主任已经推了1支了，一点用都没有。常规急救手段完全不起作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师傅，您快来看看。师傅，他是谁呀？周主任竟然叫他神医，你没听说？就是他把沃尔家族的吉姆王子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病人呼气带着一股金属腥气，脉象散乱浮虚，肾气快要耗竭，是汞毒重创了脾肾，毒素已经传遍3焦各处。师傅，你看这份血汞报告，很多数值超过临界线，多个脏器都出现损伤，随时会引发多器官衰竭。准备黄芪、茯苓、碎走、车前子浓煎汤药。另外，把你们最好的透析机室接上，我施针辅助西药排毒。都按这个安排来，动作快一点。主任，血氧指标往上回升了，汤药熬好了。将熬好的汤药接上鼻子管，少量多次，缓慢送入患者体内。患者体内大部分毒素已经排出，后续还要慢慢调理脾肾，把残留的余毒彻底清干净。
针灸辅助西药排毒，1小时脱离危险，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真正威力。张先生，我之后能把这次汞中毒中西医协同抢救的完整案例整理出来，用作科室教学素材吗？可以。张神医，您的专属中医诊室今日已经正式挂牌了。诊室在哪儿？就在急诊室旁边，最好的位置，独立诊室，专家待遇。今天中医诊室正式开诊，由张文武先生坐诊，专治疑难杂症。让开，都让开！苏总情况危急，快腾地方！我是苏先生的私人医疗顾问杰克，请立刻准备电击取咒，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跳。病人目前线电脉搏是什么情况？苏先生突发鼻症，症状完全符合心脏骤停前兆，必须马上电击恢复心率。不能电击，它不是心脏的问题，是经络器械逆行引发的假休克，看着像猝死，病根完全不一样。你是什么人？竟然敢质疑我？我可是 M 国第一学院毕业的。他现在是气血逆行堵在心脉，普通电击只会加重紊乱，得用我的太乙神针疏通经络才能稳住。针灸就是骗术，在急救上面根本没用，必须要用电击疗法。你别乱来，针灸怎么能处理这种危重急症？出了事谁能负责？让开。这不可能！我居然活过来了！刚才整个人跟掉进冰窖一样，意识都看不到。你这是迷幽神经紊乱引发的假性心脏骤疼，仪器短暂测不到心息，看着像猝死，实际是体内元气没散。现在经络理顺，心气归位，接下来3天千万别动怒，别剧烈活动。医生，今天要是没有你，我这条命就叫交代在这儿了。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躺着别动，气血才刚稳住，一动就散了。好嘞，好嘞。快去我车里把那根百年野山参拿上来给这个医生。苏总，那只参当初花3万拍下来的，30万都换不来一条命，赶紧去！不用麻烦，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我们医生不能收礼，你好好休养身体就是最好的答谢。不可能，刚才心电监护器波形紊乱，电击急救才是正规方案，针灸怎么可能救人？电信号短暂消失，只是神经重灾的假象，不是心脏彻底坏死。西医靠数据判断生死，中医看人的元气，元气没断，人就不算真没了。苏先生，喝药了。这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这么多灰白的泡沫？这里面掺了砒霜，搭配断肠草，真喝下去，神仙都救不回来。什么砒霜？什么断魂草？我不知道啊，这是药房配好给我的。你袖子里藏了什么？去死吧！怎么回事？我的胳膊好麻，怎么动不了了？说，谁派你来的？我说是罗氏集团的罗志坤，他给了50万。这罗志坤是我苏氏集团的竞争对手。医生，您又救了我一命，把这个人给我送进治安局里。好的，苏总。医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苏半城的座上宾，谁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苏半城过不去。不用这么客气，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这次回去后要少熬夜，少喝酒，好好静养。罗总，任务失败了，苏半城被一个叫张文武的医生救了，阿辉也被送到治安局了。废物，连这点事都办不好！3分钟之内，我要这个张文武的全部资料。罗总，查到了，这个张文武就是个医院的保安，救了沙国吉姆王子之后就成医院的中医了。一个保安竟然敢坏我的好事！去，你给我找几个演员，我要让他身败名裂。罗总，这位是老王，是这里演技最好的一个群众演员，这3个是他的侄儿。
先给你们1人5万定金，明天去医院演个戏，事成之后再给你们5万。罗总放心，我们是专业的，你说怎么演我们就怎么演。好，明天你们就去医院装瘫痪，就说半月前突然腿疼不能动。听说张医生是神医，特意过来求治。万一那小子真有本事，他一个保安能有什么真本事？你们就躺地上别动，让他给你们治。你们就装治不好，然后闹得越大越好。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放心吧，罗总，我们可都是专业的。让开，都让开！我叔半月前突然下肢瘫痪，跑了3家大医院，核磁 CT 全做了，医生说没毛病。听说这儿有个张神医，我们连夜从山下赶来的。你看这大爷脸色惨白，还吐着白沫，看着怪吓人的。这老头躺着一动不动，看着确实遭罪啊！不知道里面那位医生啥时候出来，别耽误救治。瘫痪这种顽疾风险太高了，万一失手的话很难收场。别先急着治野，我听说张医生上次可是救了苏氏集团的苏半成呢。对啊，还有上次急救外宾，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连周主任都主动拜师学艺，专业层面肯定不会出错。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有个瘫痪的病人来找张医生看病。大家先静一静，病人需静心诊查，麻烦往后退些。脉象滑实有力，气血充盈，不像瘫痪。大叔，你这腿多久没动了？半个月了，一动不能动，疼啊！这病我可以治，但有个条件，治好后你们3人在门口向医院鞠躬道歉。口气倒是不小，要是治不好呢？就是别光说大话，要是没把我叔治好，你拿什么赔？要是治砸了，你不光走人，还得给我们当众赔罪。治不好，我张文活从此离开 S 城，终身不行医。师傅，你有把握吗？中医讲究望闻问切，4诊合参。我先望诊观气色，触诊辨筋骨虚实，查清正则再对症医治，不会盲目下针。说的倒是好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真瘫痪之人肌肉萎缩松软，皮温偏低。这个人肌肉紧绷如弦，皮温正常，脉象滑实有力，这人根本没有瘫痪。快控制不住了，好痒，好想动啊！你们看他冒汗了，疼成这样还硬撑，看着太遭罪。给我换个又长又粗的针。师傅，您要多大多长的针？最长最粗的那款蟒针。我的天，哪有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针？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伤人！不行，哪有用这种针治病的？你们医院是想闹出人命吗？寻常细毫针只能浅刺表层经络，这1尺蟒针专为深层透血所用，临床专治顽固经络淤阻，是正规特色针灸器具。大叔，这针透经通络，淤塞一散你就能动，你可要扛住这份痛感。哎呦，我的娘！别打，我没弹，没弹。暴露了，快撤！我怎么动不了了？说，谁让你们来医院闹事的？一把年纪了，装瘫痪讹医院赔偿，你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亏我刚才还心疼你，竟然全都是演戏坑医生的！快点报警，把这几个人抓进局子里！别报警，我全说是罗志坤，他给了我们5万定金，让我们趁上午人多的时候冲进来，越大声越好，最好把场面搞乱。罗志坤，苏半成的竞争对手。你看，我都有录音，这是他说的话。他让我们闹，搞臭您名声。苏半成，你来的正好。罗志坤找人暗杀你，又故意闹陷害我，这些证据交给你来处理。可恶的罗志坤，我处处忍让，他竟然屡次下死手害我。有了这个证据，他这辈子也别想出来了。依法办事，这些人和证据，苏总交给该交的人。没想到来医院看病还看了一出好戏。诺姐，这家医院的中医看着很有本事啊，那么拙劣的演技我都能看出来。走，我们先去看看。不行就换别家。
这么年轻，水平估计不行，咱们换别家看。先别走，你是不是天天郁闷，一直在吃调节情绪的药？手腕还有成片淤青。你怎么知道？中医看脸就能看出五脏毛病。你看着脸颊发红，其实内里熏寒；眼下发青，心里憋闷太久；嘴唇发白，脾胃虚弱。至于你手腕上的淤青，刚才你抬手拢头发，袖子滑上去一截，我正好看见了。我长期吃情绪类的药物，现在血管变得很脆弱，轻轻一碰就发青。就光看我的脸，就能把我身上的毛病全看出来。你是不是常年熬夜、作息乱，还一直节食控体重？你连这些都知道？你是不是经常靠吃止痛药撑着？我长期吃镇静止痛的药，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就算加量也没用。你这是吃药吃久了，产生耐药性了。西医一切查不出大毛病，但你浑身不舒服的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坐好，脱鞋，先给你扎几针安神。好困，我真的好久没这么放松过。温诺姐常年靠咖啡硬熬，从不在白天犯困。再扎腿部穴位，帮你疏通经络。这感觉太舒服了，您真是神医，困扰我好几年的难受劲儿一下子就没了。这是1周的料量，早晚各喝1次。吃完饭趁热温着喝，平时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别熬夜。也千万别再节食减重了。好，谢谢神医，那我先走了。准备一下，今晚我要开直播。可是诺姐，今天是周日，让你准备你就准备，哪来那么多废话？家人们，我今天必须跟你们说实话，我温诺直播3年，从没给谁打过广告，但今天这个张神医是真的神。你们看，这些淤青我藏了整整3年。我常年怕冷，睡不着，情绪容易崩溃。今天张医生就靠看4色全说中了，几针下去，我多年的酸痛和紧绷感全都缓解了。我完全理解大家有怀疑，我只是把自己亲身感受说出来，是不是真的，大家可以亲自上门验证。张神医，我爹常年关节肿痛10年了，长期吃止疼消眠药，胃经常难受，常规的热敷效果一般。您给看看。屈伸我看看。你父亲这毛病是年轻的时候长期劳累受凉落下的旧根，寒气湿气常年堵在关节经络里排不出去。太神了，他居然能看出我这是年轻时落下的老病根。我先给您准备药蒸，这个药蒸就是把药效蒸透进骨头里，先把你关节缝里堵了很多年的寒湿一点点逼出来。扶住你爸肩膀稳住，第1针酸胀感会比较明显，让他别躲。热，里面跟着火烧一样。再坚持10秒钟，你关节里的阴湿遇热才能散开。你现在感觉到的热，就是在把积了几10年的寒气往外排。哎，奇怪了，疼劲儿真的在往下消。药蒸外服，针灸内调，里外一起疏通，效果才最快。我腿能弯了，真的能弯了，整整10年了，10年我腿都没这么利索过。张医生，我爸他这是真的好转了吗？常年淤积的病根已经松动了，疼痛和僵硬通开了，但寒湿积得太久，不能大意，必须巩固治疗。这是搭配好的外用中药包，每晚睡前
给叔叔热敷膝盖，坚持1个时辰，连续7天。这个是养胃的汤药，早晚各1碗，饭后温着喝。咱们先把脾胃养好，再修复关节，底子打好，才不会反复。好，我都记牢了，一定按时给我爸弄。之前吃的西药别一下子停掉，容易反弹，慢慢减量，每减1次，观察3天，没不舒服再接着减。另外，我教你一套腿部康复动作。每天早上起来做20个，动作越慢越好，帮下肢气血循环，疏通经络，防止淤阻。做完腿里面暖暖的，特别舒服。以后阴雨天降温，提前带好护膝。寒湿最容易趁身体虚弱的时候钻进去，关节保暖比吃药调理重要的多。张医生，这10年我天天腿疼的睡不着觉，活受罪。今天终于舒坦了，感觉又活过来了。叔，你千万别这样，治病救人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好了，记得按时热敷，7天之后再来复查。张武王，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过来。咱们医院首个中西医协同诊疗试点正式落地。我是固定对接的急诊医师。急诊科接诊的都是急症病例，这些数据对慢性病的后续调理、复盘很有参考意义。爸，你先在这儿歇会儿。我赶紧发个帖子，让大伙儿都知道张医生有多厉害。网友们，跟大家说个真事儿，我爸得了10年老寒腿，跑遍好多地方都没治利索，今天靠张医生针灸配药调理完，腿当场就能弯了。这个张布鲁什么来头？陆总查过了，基隆山道医出身，之前在 S 城第一医院当保安，因救活沃尔家族的外宾被破格聘为医院的中医，最近网上很火。中医顾问，西医我看了3年，核磁 CT 做了无数，都说我腰没问题，可我这腰夜夜疼得睡不着。走，我们去找这位张神医看看。坐。常年熬夜应酬，腰一直发酸发软，每次起身腰上像扯着一根硬筋，站稍微久一点就直不起来。我说的没错吧？你怎么知道？你脉象又沉又细，力道很弱，对应肾脏的尺脉虚得最厉害，典型肾精亏空。你之前长期吃的人参，看着是滋补品，对你来说和伤身的药没两样。补品怎么会伤身？你脾胃本身就虚弱，这种厚重大补的药材吃进去，全堵在肠胃里散不开，虚火只会越烧越亮，持续耗损体内精气，形成恶性循环，越补身体越虚。医生，你救救我！今天先扎针稳固肾气，再配药性平和的方子长期调理。你先躺在诊床上。扎针会有酸胀感，稍微忍一下。舒服，从来没这么轻松过。脉象依旧沉细，但尺脉已经有了起色，肾阳慢慢生发，还需慢慢滋养阴经。改良版左训王，去掉滋腻厚重的湿地，加了温润不燥热的八教天肉苁藏，早晚各吃1丸，温水送服。原来中成药还能根据体质重新调整配方。原版方子只补肾阴，你阴阳两虚，偏正阳虚，我调整配补，做到阴里补阳，阳中努阴。时间到了。这太神奇了！那种腰里坠着1000斤重物的空滑感彻底消失了。张医生，
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这个调整过的左相翼，医院药房就能抓，早晚各1丸，温水送服，千万别中途断药。好的，张医生，我全都记牢了，回去一定提醒陆总按时服用。都给我让开！今天我就要拆穿这个骗子的把戏！家人们看好了，今天咱们现场看所谓神医露馅儿。网传这个张武力以前就是医院保安，现在装中医忽悠人割韭菜。有没有在他这儿吃过亏的？尽管站出来，我们帮大家讨公道。这老头谁呀？气势汹汹的。汪匡正，榕树街摆摊卖偏方的，以前钻哄老头老太太买他的十全大补丸。你说谁骗人？我行医30年，凭的是真本事，哪像里头那个人，20出头以前就是个保安，转头就成医院中医顾问，还有正规行医证吗？懂什么辨证治病？全靠炒作忽悠人。大爷，您说他违规乱行医，手上有实锤证据吗？我当然有，我亲眼看着好多街坊被他哄进诊室，原先在我这几10块就能调理好的小毛病，到他这边一套诊疗下来几百块就没了，这不就是坑人？我昨天好不容易挂上他的号，光挂号费就要70。大伙儿都听见了吧？看个病光挂号就要70，这哪里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借着热度漫天要价。大家看清楚了，这个张文武诊疗流程完全不合规，夸大中医疗效，忽悠病人。我今天就要向院方投诉。不会吧？张神医不是救过好多人吗？但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中医哪有那么神？请大家冷静。张医生的诊疗全程有档案记录，一切都是合规的。合规？那让张武都出来当面对质。哼，躲着不敢见人，心虚了吧？你闹完了吗？你总算敢出来了，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你的医师资格证？我是正规中医执业医师，出身鸡龙山医脉，证件编号全网可查，随时可以核验。还有谁有疑问？有证不代表你没问题。你说说，你凭什么号称能治医治不了的病？你左边肋骨下面疼，给你开了抗抑郁的药，你吃了半年一点用都没有，只能靠止痛药硬昂。现在把胃吃坏了，经常反酸烧心，对吧？你怎么？你是长期肝气郁结，气机紊乱伤到脾胃，你脾气暴躁爱发火，不是性格差，是肝脏病变导致的。再拖2年，大概率会发展成肝硬化。太神了，连吃什么药都知道，这才是真中。我的天，连别人吃什么药藏着什么毛病都一眼看透。这哪里是骗子，这是真有真本事的名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张医生所有患者的中西医联合诊疗档案，每一次诊疗，每一套方案都有签字备案，全程合规可查，不存在任何虚假诊疗。我是神经外科主任周新道，我可以证明张医生的诊疗方案经过我们西医团队审核，效果真实可查。不可能，不可能！别让他跑了！张医生，给我看看。师傅，你太厉害了，仅凭一双手诊脉，就把对方的隐疾全看穿了。没什么，行医看病真的假不了。我今天又彻底学明白了，望闻问切辨虚实，对症破谣言，这才是真本事。换作是我，根本做不到这么从容。你没事吧？没事。今天多亏有师傅，不然咱们中西医试点诊室的名声，真要被无端造谣毁了。张文武，今天晚上我想带你去尝尝我爸亲手调馅做的云吞，可以吗？龚医生居然主动约师傅吃饭，还专门带他去家里店吃他爸做的东西，他俩之间果然不一般。可以。爸，我带同事来尝尝您的手艺。公叔，是你，恩人呐！爸，
您是说上次在大巴车上救您的那位神医就是他？对，就是这小伙子。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做饭。雪梨从小到大，可从没带过男同事回家。文武啊，多吃点，以后把这儿当自己家。谢谢公叔。龚医生，大事不好了，你快回科室。别慌，出什么事了？有个居民从低层露台坠落，全身大面积皮下淤血，送来时快窒息了，张总根本没用，你快让张神医一起来救命啊！快，过去看看。公叔，我们先走了。D显示多发肋骨挫伤，胸腔少量积血，我们已经补液止血，代表外敷消肿药膏，体表淤血持续扩散，胸闷缺氧症状一点没缓解。胸腔积血，淤血压迫心肺，再持续缺氧，患者随时会呼吸衰竭窒息。患者体表遍布些微擦伤创口，要是用3棱针刺令活血，会扩张周身血管。一旦胸腔存在活动性出血，只会加重内出血，诱发休克，风险太大。内出血是致命隐患，但眼下淤血堵滞心肺，髓氧持续增低，保守治疗撑不了多久，两难局面。院长，我们的中西医协同机制可以启用，让张医生配合联合救治，他能精准控制活血力度，规避大出血风险。张医生，现在只能拜托你了。师傅，无菌3棱针、消毒碘伏、止血钳、无菌纱布全部备齐。凝血功能指标暂时正常，但血氧还在往下掉，体表血疹还在持续扩大。只针对体表淤血最终的海壕、结肌，微量刺龙放血，严格控制总出血量不超过5毫升，不会大幅扩张血管，不会加重胸腔内出血。针刺内关、膻中、心菇，宽胸散瘀，稳住心率。桃仁、红花少量配尾，搭配当归、白芍、舒地养血护脉，每次鼻菇30毫升，间隔10分钟一次，避免呛咳。胸口没那么闷了，总算把人稳住了。中西医协同急救果然见效，危急关头把人从窒息边缘拉了回来。张医生，这套外伤淤血微针的急救方案太精妙了，既能快速散瘀通窍，又能护住气血，规避出血风险。出事之前你喝酒多，有没有吃过红血止痛类药片？这些会影响凝血，我得确认清楚。没喝酒，药也一口没碰。胸口胀得快要炸开了，我喘不上气儿了。不好，血氧快速下跌，心率再次飙升。患者肢体剧烈扭动，导致挫伤肋骨错位，胸腔2次活动性出血，情况更严重了。没喝酒也没吃抗凝药，说明体内藏了多处破损血管。刚才浅针表3放血只能缓解表面阵痛，胸腔深处的淤血根本排不出去。马上拿胸腔穿刺急救包，再拿长毫针，只扎后背穴位调气机，绝对不能往前中下针，防止扎破背部。淤血入络，浅针已不够，我斜向透刺胸膜深层穴位，泻法散瘀。我把控进针角度，避开心膜，不会加重气胸。我同步操作引流，你下针，我动态调节补液供氧。记录针刺深度、留针时长、引流出血量，每1秒的数据都不能漏。师傅，记录准备就绪。山中透至膈距，疏通胸络，胸腔压迫会逐步减轻。淤血主要靠引流导出。引流管通畅，补液速度调至每小时80毫升。吸氧浓度临时上调至60%，血氧稳定后逐步下调，防止氧中毒。胸口没那么胀了。针刺深度3寸2分，留针时长15分钟。引流中轨量150毫升，血氧数值持续上升。引流管持续留置24小时，每小时复查胸片与血氧，警惕迟发性再出血。明白。
谢谢。无活动性2次出血迹象，全部生命体征回归安全区间。浅层刺罗治标，深藏透针救逆，西医引流兜底，二者结合才是完整急救体系。之前我单一依靠外科手段，思路太局限。师傅，你太厉害了！没有你们的止血、吸氧、引流兜底，单凭针灸根本压不住大出血风险。医学不分中西，只分能不能守住性命。小杰现在可以转入胸外科普通病房。今天血氧还是偏低，胸腔还有少量陈旧积血没完全吸收。我干木工养家，要是落下病，孩子学费都没着落。西医克宁促吸收周期太长，还存在迟发出血隐患。张医生，您看看有没有温和的巩固调理方案？脉象色质代表残留淤血，但创面还未完全愈合，绝对不能用大剂量活血药。胸口又轻快不少，不像昨天那样闷堵。我现在就去药房核对道地药材库存，确认无受潮劣质药材在监服。昨晚胸胁透针风险那么大，你当时心里有几成把握？7成，3成风险留给胸腔引流、输血全套西医急救正位兜底。那万一中途引发出血，预案跟不上怎么办？我不会让他走到失败那一步，每一步操作都留好后手。张医生，儿科收了一名毛地支氏构员患者，规范雾化、抗炎、持续优氧全部执行完毕，但是气道的高反应持续无法缓解，你快去看看。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她喘不上气儿了。肾上腺素雾化原液稀释，加大引流量，立刻备好气管插管。医生，别插管，孩子还小，插管他太受罪了。不插管他会窒息，血氧撑不住了。等等，让我看看你是谁。李主任，这是张文武医生，院里中西医协同项目的负责人，让他试试。好，张医生，你快来看看。痰随粘直，外敷制药膏渗透需要片刻。您先手持插管待命，只要血氧跌破65，呼吸停止，我立刻让您操作。血氧已经很低了，我最多再观望一下。一旦孩子意识消失，我马上插管，不能赌脑损伤。按住他肩膀，别让他乱动。化痰膏，外敷1克钟。张医生，血氧还在往下掉，我必须立刻插管建立人工气道。医生，你快看我女儿咳成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啊？妈，我渴。兰兰，我的兰兰！张医生，你简直神了呀！残痰未清，转入监护病房，后续我亲自跟进。他连2岁的孩子都能救，这个人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痰热虽散，肺络余炎未清，今晚是关键，船主随时可能反复。张医生，那怎么办？我守着他。妈，好渴。张医生，孩子又喘起来了。积痰翻上来刺激气道了，残留的痰没排干净。恢复期反复很常见，咱们调整下治疗法子，巩固一下。汤药加点蜂蜜调甜，一次喂5毫升，隔2小时喂1回，温着喝不伤肠胃。妈，我想吃苹果。张医生，你
您真是我们家大恩人，救了我闺女。孩子现在没事了，但回家之后护理千万不能马虎。张医生，我们全科都学了你这套治小儿车喘的办法，完整病历存档了。以前我总觉得中医见效慢，这次才算开了眼界，急症也能快速起效。每周炖点雪梨川贝冰糖水润肺，平时别让孩子受凉，冰的冷的一口都别碰。谢谢张医生。那我先走了，有什么情况再叫我。张医生，今天兰兰一声咳嗽都没犯，中午睡得踏踏实实，吃饭都比以前多了不少。坐吧。脉象稳下来了，但他才15岁，肺还没长成熟，可不能掉以轻心。孩子读书熬夜最伤肺，一定要催他早点休息。张医生，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要是没有您，我家兰兰遭老罪了。这面锦旗是我们全家一点心意，您千万收下。心意我收下了，孩子平平安安比啥谢礼都强。张医生，兰兰从急救到康复，所有病历我们全都整理齐全。今天我特意过来，想好好跟您学学治痰热喘憋的整套中西医法子。这种咳喘病根就是痰把气道堵死了，木化消炎只能临时缓解，扎针才能化开粘痰，两边搭配着才能救人。15岁孩子穴位跟大人差不多，天托轻轻扎1分半就拔，定化斜着扎，粘几下就行。整套扎针10几秒搞定。扎完针之后，药膏和汤药要怎么配合？针一拔，立刻贴平喘膏药，贴1刻钟再接。汤药兑点蜂蜜，每2个小时喂一次，同步开雾化，氧气不用开太大。每一步操作都关乎人命，这套流程必须做成全院通用模板。今天真是学到实处了，回去我就带着全科反复实操练习。师傅，今晚我就把穴位、扎针时长、吃药服药的顺序全部整理好，做成全院都能用的学习资料。张医生，我今天过来复查腰肾，碰巧听你们讲课，收获太大了。肾气比之前足多了，但脉还是偏弱。那个左正疼得坚持吃，别断。刚才听你聊养肺，我想起老街有家开了几十年的中药铺。掌柜陈老70多了，腰腿疼20年，胃也不舒服。之前我跟他提过你，他一直想来找你团购。没问题，明天上午带陈老过来就诊就行。张医生，这位是老街济世堂的陈掌柜，守药材铺子53年了。我这双手摸了半辈子药材，现在就连小秤杆都握不稳了。前几天称当归，手一抖，撒出去半两。您张嘴我看看。我摸你脉象沉细，舌头又淡又胖，边上全是齿痕，一按胃这块就疼。萎缩性胃炎，还带轻度肠死化。逆酸西药，你连续吃3年了吧？一停奥手料就稍息酸酸，西医那边只让定期复查，说这个有癌变风险，没别的根治法子。光靠药硬压胃酸，只会让脾胃更虚。我先扎针把脾阳提上来。我觉得胃舒服多了。这是我自己熬的暖胃膏，每天晚上敷1小时在胃上。方子里面放了高粱角，这药火气大，我胃黏膜都萎缩变薄了，不怕伤胃阴吗？市面上各类药材的药性，我全都亲手试过。你舌头一点枣红的迹象都没有，问题根源是体内寒气太重，不是阴虚上火。高粱巧配香气，专门温中散寒。我再加少量石斛，护住胃里真切，寒热能平衡住。原来是我自己钻牛角尖了，你这套辩证思路通透太多。胃这块不适感消得差不多了，可我这双手关节常年难受的厉害，养胃这块调理见效了，能不能顺带把几十年积下的寒湿变痛一起治？我还想多守几年药铺，把药材炮制的手艺传下去。济世堂不能在我手里断了传承。这双手寒湿入骨，至少得有30年。您年轻时是不是常年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分拣药材？济世堂地下室储药库，我守了37年，冬天零下5度，照样赤手翻拣药材。年轻时觉得扛得住，老了才知道后悔。我先温针，艾条切成2厘米段，套在针尾。
透穴之法，一针通两穴，打通足阳明经与足太阳经的寒湿淤堵。这条经脉贯穿膝关节，寒湿从这里排出去。动了，我真的能动了。30年了，第一次。你就是张文武，我家沈总是 G 城最大的药材供应商，最近心脏不舒服，听陆总说你的医术，让他挂号排队。我这儿还有病人。我们沈总脾气急，已经在医院楼下等了半个小时。跟你说话，你听到没？小伙子，看病讲究先来后到。张医生现在正给我诊治，你再急也得守规矩，别在诊室里吵吵闹闹，影响旁人。老人家您少掺和，我们沈总身价不菲，心脏问题拖不得，耽误了责任你担得起吗？陈老，今天先到这里，这病得连续治3个月，每周2次。我给您开一副独有寄生汤加减，回去煎服。不得无礼，你们都出去，我跟张医生单独谈。张医生，我沈万山在蓟城做药材生意30年，今天不是以病人身份来，是以同行求教。这玉佩是家父留下的，换您一句话，这心脏还有救吗？脉象沉涩结带，心跳快慢不齐，1分钟停跳3次以上。你胸口不是疼，是闷，半夜子时发作最厉害，对吧？全中，蓟城3位心脏科权威都说我是冠心病，要做支架，可我……你不是冠心病，是心盛阳虚，血瘀水停，阳气撑不住血脉运行，才导致脉律不齐。做支架是治标不治本，阳气不服，做10个支架也没用。脱衣，趴下，我先温针通阳，再论药方。热，像有股热流往心口钻。这是阳气在归位，你常年服用扩张血管的药，把气血都耗散了，如今要一点点收回来。张文武，急诊刚收了个胸愤气短的病人，周主任想让你去看看。让周新道先稳住，我10分钟后到。师傅呢？那个病人心电监控显示频发式心扫背，血压飙到180。我按师傅教的针刺内关藏中，效果不明显。他在给病人施温针，10分钟后过来。你先准备硝酸甘油备用，但别急着用。师傅说过，温针通阳需要时间，急不得。可我这边病人等得了吗？不闷了，真的不闷了。张医生，我这次来 S 城，除了看病，还有件事儿，我想和你们医院合作。所以你来找我，不只为治病？看病是真心的，谈合作也没掺假。你要是信得过我，我手里的道地药材全都按成本价给医院供货。药材的事儿找胡院长谈，我只管治病。张医生，这枚玉佩您先留着，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诊金300，玉佩拿走。厉害，真是只收看病钱不谈贵重礼的好大夫，我沈万山心服口服。师傅，这人是工地包工头，半小时前突然胸口闷，直接倒地上了。西医查完心肌酶指标全都正常，可心电图一堆视早，压根查不出问题在哪儿。你们看他舌头淡，舌苔发白，手脚冰凉，这是寒气直冲心包堵着了。之前全都按冠心病治，自然查不出病根。师傅，这也太神了！寒气把心脉冻住，阳气运转不开，针扎进去驱散寒邪，脉象自然平稳。记好了，这叫寒厥心痛，和冠心病区分的关键就在舌头和脉象上。
连轴转了10几个小时，你该歇歇了。没事。张医生，刚才走得急，有件事忘了说。后天蓟城有个药材品鉴会，汇聚了最顶尖的药材商和中医名家，我想请您出席，以特邀嘉宾的身份。我不喜欢应酬，不是应酬。品鉴会上有一批从滇南深山运来的野生3七，年份组品相正，我看过，是货真价实的100年难遇的好货。但货主开价极高，且只认中医泰斗的面子。我沈问山在商言商，但是鉴别药材真伪，还得靠您这双眼睛。野生3七，如果是真的，对医院创伤科和心血管科的用药质量能提升1大折。行，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好，我亲自派车来接。楼下便利店最后一杯红枣姜茶，给你。谢谢。今天急诊那个包工头，你3针下去早剥全消。李主任后来反复看心电图，说从医20年没见过好这么快的寒厥心痛。只是刚好对症，谈不上多厉害。中西医配合才能覆盖更多急症。后天的药材品鉴会，我能跟你一起去吗？我是说，作为医院的代表，胡院长一直想让医院拓展优质药材渠道，我可以做记录谈合作。可以。张医生，我这腰疼了8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西医说腰椎间盘突出让做手术，我颈椎僵硬，转头都困难，贴了多少膏药都不管用。我膝盖总积水，已经抽过3抽水了，抽完没2天又鼓起来，反反复复好不了。你肾气亏空，寒气湿气才容易钻进去堵着。温针能把阳气打通，艾灸专门驱散寒湿。我再给你配独永鸡生汤内服，坚持治2个礼拜就能明显缓解。有热感了，这股热气顺着腰往腿上流，一下子轻松不少。能转头了，真的不僵了。歇会儿，喝点水润润嗓子。谢谢你。起风了，早晚温差大，别冻感冒了。你不冷吗？我常年练功，气血足，火气旺，这点风根本不算事，冻不着我。明天的品鉴会，我初步整理了一份药材清单，你抽空看看有没有问题。再添一味川贝膜吧。最近儿科咳喘的病人特别多，优质川贝需求量大，属于刚需药材，刚好趁品鉴会敲定货源。好，我马上加上。这件外套我洗干净熨拼整了再还给你。不急。张医生，今儿这场品鉴竞价会，蓟城半数药材商都来了，咱们医院能不能拿下稳定货源，就看这一趟。先转转，看看货。老板，你这3期怎么比别家便宜近1半？家里自有的大片种植基地，薄利多销，保真。这价格也太低了吧！采挖、晾晒、长途运输都有硬成本，这个价根本撑不住正经好货，里面必有猫腻。哟，听说医院派来鉴药材的以前只是保安，外行别在这儿掺和药材行的事儿，小心被坑。就是啊，别在这儿不懂装懂了。张医生持证中医，鉴药本是业内多少人专程登门请教，轮得到你们随意挖孔？你们不用跟他们吵。
硫磺熏增重，无天然菊花心，长期服用损伤肝肾。这药材可不能入药救人啊！评委老师，这个人抹黑我，想哄抬市价。先不争执，所有展位药材统一流量封存，稍后统一竞价核验品质。沈总，麻烦您让人查一下3期源头最低合规拿货成本，100元一斤完全不合常理。我马上让助理核实。源头无休3期，最低批量拿货价也要180，100元连原料成本都覆盖不住。果然有猫腻。我们的竞价规则是同等品质低价优先，分品类单独竞标，溜量封存，质检准入。竞价正式启动，首轮3期，源头底价180，3期每斤120，110，我110，100，我全场最低。这价低的邪门啊！比我家楼下菜市场还便宜，能是真货？他们怎么做到的？难道我定价太高了？等等，大家看，3期光彩运成本就要180，他报100只有2种可能：一是大规模假货熏流货，二是恶意搅局。而且他们3人报价高度一致，明显提前串通围标，扰乱正常竞价。100元一斤，连采挖运输都覆盖不住，更别提量质、质检。这不是无流正品，这是亏本买卖，或者根本就是假货。我自有大规模种植基地，规模化运作，成本自然低廉。你们医院的人不懂商业，别在这里危言耸听。规模化，你们一个报120，一个报110，一个报100，你们3人报价区间高度重合，这不是竞价，这是提前串通好的围标。空心端面，刺鼻酸味，硫磺熏制增重，长期服用，损伤的是患者肝肾，毁掉的是医生的良心。各位采购们，你们今天买回去的药材是要治病救人的，买这种货，等于亲手把毒药送进患者嘴里。样品不合格，当场警告，本轮竞价直接作废。小样一换，第2轮你们查不出。张文武，咱们走着瞧。歇会儿，喝口水。你刚才挺帅的。帅不帅的另说，我提醒你，盯紧周路的刘样香，他刚才动了手脚。什么？别回头，自然点。他换了小样，第2轮质检咱们等着看戏。你怎么什么都能看见？我眼神好，尤其是看某些人的时候。他说的某些人是我吗？走吧。周路3期药品第2轮检测通过。怎么样？检测结果出来了，合格。
你刚才不是叫得欢吗？无事生非，恶意抹黑同行。就是，某些人仗着医院背景，故意打压低价好货，其心可诛。采购们擦亮眼睛，低价实惠的货不要，偏去买高价货当冤大头。检测通过了，是不是真没问题？便宜这么多，要不试试？藏红花竞标环节开始。正宗藏红花，极品长丝，活血化瘀，美容养颜。各位看好了，这色泽，这长度，市面上找不出第二家。我申请现场水试对比。正品藏红花入水，金丝缓缓释出，水体通透，香气清雅。廉价藏松超染色伪造，整片橙红扩散，水体浑浊，气味刺鼻，喝下去伤的是脾胃，毁的是肝肾。长期饮用可致慢性中毒。这是意外，我拿错货品了。调取样品区监控。我只是拿错。拿错？那你展台上在售的藏红花和封存小样气味形态完全不符，又怎么解释？偷梁换柱，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周先生，你这样做可是违规的，我们将取消你本轮的竞价资格。张本武，咱们没完，想让我走，没那么容易。看清了，调换样品，以次充好，这手段太脏了。幸亏张医生当众拆穿，不然咱们都得踩坑。你这货我信得过，给我留50斤。藏红花，我先订30斤，长期合作。张医生，今天这趟我算是开眼了。医院那边采购意向我初步定了，3期、藏红花、川贝3类，全从他们3家供货商走。沈总，具体用量和交货周期咱们先对一下。龚医生做事细致，我放心。现在开启长期供货最终竞价，我重申规则：同等品质才享受低价优先，药材质检不合格，直接剥夺竞标资格。只要我报全场最低价，说不定评委心软，能给我一次补标的机会。 3期品类各家依次举牌报价。3期180一斤，无硫足年份，长期稳定供货，支持分回复测。我出100一斤，全场最低价，量大随便拿。100块也太划算了，要不等等看后续结果。李中路，之前工作人员查出他药材有问题，低价不见得靠谱。他竟然还抱着低价蒙混过关的心思。几位评委处事公正，绝不会纵容售卖劣药的商户。大家请看，周路3期硫磺严重超标，藏红花人工染色，还刻意调换送检样品，药材品质完全不达标。评委老师，这批劣质的货我不用，我仓库还有一批好货，能不能允许我重新报价？监控、检测报告全都摆在明面上，你的货源常年产出次品，大批量供货根本保证不了稳定品质，规则不能单独为你破军。周先生，请配合会馆规定，立刻收拾全部参展货品离场。行，今天算我栽了，咱们以后走着瞧。不合格商户已清场，3家合规供货商依次亮出长期供货底价。3期180，产地源头直供，无中间商，3年稳定供货。藏红花160，花丝完整，
无染色，适配心毛血管调理。纯贝200，正宗怀中抱月松贝，儿科咳喘专用药材。这才是良心商户，品质过关，价格实在。多亏提前查出假货，不然贪便宜采购会害了看病的病人。剩余3家药材商资质质检报告均达标。S 城第一医院现场敲定长期供货意向，意向书现场登记签署。张神医，药材这边后续线上对接就行，我先走了。今天要是没你，我们医院指不定要踩大坑。造假药材看着真吓人。药材是用来救人的，掺假害人怎么能行？我们也该走了。你的外套我洗干净了，还给你。附近有家家常菜，味道挺好的，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我先去前面点菜。张文长，今天在会场看你分辨那些药材，一套手法行云流水。那个姓周的哑口无言，我站旁边看着都特别觉得佩服。只是跟着师傅在山里常年食药，见得多了。可我们医学院从来不会教这些，书本上只会讲有效成分，根本分不清硫磺熏染色的假货。以后药房入库验收，我能不能经常跟着你一起去？随时都可以，有空咱们就一起去药房核对药材。那太好了，不光药材，平时急诊遇到疑难杂敌，我也想多跟你交流。急诊科那边都很忙了，你平时上班已经很累，有空多休息，不用总惦记跟着我跑前跑后。能跟你一起会诊把关药材，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觉得踏实。之前坠楼重伤的病人，喘别的兰兰，全靠中西医搭配才稳住，少了哪一边都不行。西医急救稳住性命，中医调理根除病干，咱俩配合刚好互补。说实话，第一次见你在走廊制服那几个工人，我还以为你只是身手好的普通人，谁能想到你医术这么厉害。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越来越佩服你了。菜上齐了，我们先吃饭吧。大家都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张神医，表面治病救人，背地里收受药材商巨额回扣。视频为证，有人亲眼看到他从供货商手里拿东西。哎，大家不要激动，这件事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张医生不是这样的人。张神医看着不像那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网红医生塌房的还少吗？你们有什么证据？在这里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哟，龚医生也掺和进来了。听说你跟他走得近，该不会也分了一杯羹吧？你胡说什么？我收受回扣，你们在哪儿看见的？视频拍得清清楚楚，你还想狡辩？这是昨日药材品鉴会的完整录像，沈万山先生递给我的是药材成本数据，供我鉴辨假货所用。如果这是回扣，那全场评委和采购都收了。是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就是看不惯你。视频拍的是竞价大厅的公开场景，沈三山递给我的是成本核算表，全场30多双眼睛都看着。你们口中的巨额回扣就是这个。造谣之前，连基本事实都不核实。我们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说的？是周路，他给了我们一人2000块，让我们到医院闹，说张医生收了药材商的黑钱，闹得越大越好，还说事成后再给3000。2000块就把良心卖了？张神医救了那么多人，你们就这么污蔑他？呸！真是没良心。张医生，我们错了。周路说您挡了他财路，让我们搞臭您的名声。你最近是不是整夜睡不着？胸口像压着块石头，吃什么都反酸。你怎么？你肝气郁结，脾胃失调，是长期憋出来的。那人给你们的那2000块不够你们以后看病。
把那人怎么联系你们的，给了多少钱，说了什么话，一字不漏写下来。这是你们唯一的补救机会。张医生，这事儿，院长，药材对接以后全程留影像，不是防他们，是防下一个周路。雪梨，你稍后去药房核对3期储备量，有缺口立刻上报。你刚才为什么还给那个造谣你的人把脉？他坐下的时候手在抖，不是怕我的眼神，是身体真的在抖。医者看人不看立场。张医生，急诊来了位怪人，穿唐装拄拐杖，点名要见您。副院长让您赶紧过去。我跟你一起去。这位自称药王谷长老莫怀仁，说是来讨个公道。我查过了，药王谷确实是100年中医世家，把控南方70%药材渠道，不好惹。药王谷是那个酷爱医术的家族，有着100年的积累。你就是鸡龙山出来的小辈？听说你是太乙神针的传人？前辈认错人了，我只是医院的中医，不是什么传人。装傻！你救吉姆用的回阳9针，治粉碎性骨折用的接骨续脉针，每一针都是太乙神针的路数。这套针法100年前从我药王谷流失，如今该物归原主了。我师父的针法是师门真传，凭什么给你？哼！西医也配插嘴中医的事儿？滚一边去！敢不敢跟我比比医术？3局定胜负，你赢，药王谷永不打扰；你输，交出针谱。别答应，他们明显有备而来。药王谷的人从不会做没把握的比试。放心，我心里有数。3局可以，但输的人不是你说的条件。那你要什么？你输了，药王谷旗下所有药材渠道按成本价供给 S 城第一医院10年，敢不敢赌？好，第1局变药识毒，明日5时西边广场见。听说药王谷的人都痴迷医术，我怕他为了赢，会准备不少少见的毒草刁难你。他准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明天能不能陪我去？好，我和你一起去。那我们现在去会议室开个会吧，备战明天的比试。我打算安排人在南北各搭一座独立建药台，间距10米。莫怀营那边带什么药材咱们管不了，但咱们的台子必须公开透明。我师傅连汞中毒、坠楼内出血都能救，变药识毒算什么？药王谷再厉害，能比得上鸡龙山道医真传？周主任，药王谷的毒经谱收录了300多种冷门毒草，很多早已绝迹市面。药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冷门的毒草也逃不过望、闻、问、切。那我多安排几人给你撑撑场子。不用了，副院长，雪梨陪我去就行了。师傅，我也要去，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行吧，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散会。师傅，我今晚回去就整理全套冷门毒草资料。你怎么让我跟你去了？万一莫怀仁拿出稀有毒草，我怕我帮不上忙。
我特意叫上你，就是需要你的西医检验数据做参照，别人代替不了你。对呀，中西医搭配才能看得更全面。我今晚整理好所有药房质检单件，明天随身带着。不用熬太晚，明天一早咱们3人一起开车过去。城西广场路人多，咱们专心切磋就行。莫怀仁只是痴迷医术，不会耍手段。那些偏门毒草药性太烈，很容易辨别错。我今晚多导出几份罕见药材的检验数据，明天全部带上备用。明天笔试，你多看看我的变药方法，以后药房入户都能用。我明天将全程录像，回去做成全院教学课件，把2类药材的对照思路完整记录下来。明天早点到医院碰头，路上预留充足时间，别赶上清晨堵车，耽误笔试。放心，我明早提前10分钟到门口等你们。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医院门口集合。药王谷培育的杂交参药性混杂，古谱没记载，单凭古法肯定容易判断出错。罗列一些容易混淆、带毒性的药材分类。第一局变药识毒，这些药材里混了假货和毒物，限时40分钟，谁变出的真伪多，说得准，谁赢。药材由第三方机构随机编号，双方同步开箱，公平起见，全程录像。这不是人参，端面有白色结晶，气味辛苦，带金属感，是商捕，有毒，入食会呕吐腹泻，严重时损伤神经。3号盒，正品野山参，五行6体俱全，炉头长，皮细纹身，无硫熏痕迹。莫前辈不愧行医60年，功底深厚，张文武能跟上吗？左边是天花粉，清热生津，无毒；右边是山药，补体养胃。两者外形相似，但天花粉端面有筋脉点，山药端面是颗粒状。这个像是人工杂交培育的新品种，古籍没有记载。第29号新品种杂交参，母本西洋苇，父本3七变种，入性偏凉，微毒走心肺，过量会心悸、凝血异常。这是近5年才出现的品种，传统图谱确实没有。这小子连新品种都认得。张本武变名30种全对，莫怀仁变名25种，第29号新品种存疑。第一局张本武胜。好小子，鸡龙山的徒弟有点东西。2名志愿者均为医学院学生，签署知情同意书，体内注入安全剂量的降温药物，生命体征全程监护。规则：30分钟内，谁让志愿者核心气温回升更快，指标更稳，谁赢。垂阳九针温通经脉，激发自身产热。体温35.2，血压偏低，皮肤湿冷，单纯温针不够，需要补充温热液体。内关穴针刺，调节心血管功能；足塞里温针，促进代谢，同时缓慢补液，纠正脱水。再加一副温针。暖和多了，谢谢你。张文武所致志愿者体温36.8，血压115/78，意识清醒。莫怀仁所致志愿者体温36.3，血压165，意识模糊。第二局张文武胜。2局都输，我心服口服。但第3局，我想换个比法，不比医术，比医心。你救过的病人里，有没有让你深夜睡不着，觉得自己无能的？有，我也是。第3局不用比了，我认输。药王谷372家药材渠道，从今天起按成本价给 S 城第一医院10年，1天不少。
你收好这块药王令。药王谷遍布多地的药材仓库，你想调什么货都能直接调。整个药王谷的药材资源、供货渠道，以后全都听你调配。不管多稀缺的急救药材，你一句话，我们马上安排发货。莫老输了比试还能兑现全部承诺，这份气度我很佩服。鸡龙山那老家伙居然教出你这么厉害的徒弟！今天这场比试，我输得心服口服。经第三方公证，今日医术比试，张文武先生2局全胜，药王谷预约即刻生效。小伙子，以后要是有人在药材医术方面找你麻烦，或者你缺什么珍稀药材，拿着这块令牌去药王谷，我给你撑到底。多谢莫老成全，有了这些低价药材 ，S 城普通人看病买药就能少花很多冤枉钱。我还以为他拿到药王令是想自己垄断药材做生意，没想到他一心只想着老百姓。我输得一点都不亏。莫老，您确定3期藏红花圈贝全部按成本价？这比我们之前的采购价低了近40%，全约1年能省下200多万元。我莫怀根输得起，药王谷100年信誉不比那几百万金贵，但有个规矩，所有入库药材必须经张文武过目签字，他点头才能进药房。我药王谷供货再真，也怕你们医院的人以次充好，中途调包，出了事儿，坏的是2家名声。莫老，这不符合医院流程，药材入库有专门的质检科。哼，流程是死的，人命是活的。我不签字，我教人签字。龚医生还有药房3位骨干，跟我学3个月变药，3个月后你们自己就能把关。我是急诊科医生，不是药房的人。你眼神好，尤其是看某些人的时候。急诊科最清楚什么药有效，什么药没用，你比药房的人更懂临床。师傅，我也参加，我西医出身，正好补上药材知识这块短板。你不仅医术高，还会叫人。药王谷那些小兔崽子，缺的就是你这样的师傅。改天我带几个过来，你也教教他们。看菊花心，正品是放射状纹理，像菊花瓣一层层散开。硫磺熏过的纹路发僵发白，像漂过的旧布，没生气。这个纹理有点模糊，不像你说的放射状。聪明，这是放了2年的陈货，药性流失30%，不能用。药材和粮食一样，讲究当年新，隔年陈，3年废。我药王谷的弟子学变药要3年，你3天就想让他们出师？不是出师，是保命。药材真假关乎人命。3天学不会3年，但3天能学会哪些绝对不能用。师傅，这个川贝怀中抱月的形态不对，月牙太宽太整齐，像人工刻出来的。平贝冒充春贝，价格差10倍，止咳效果差1半。平贝的月牙是人工挑出来的，自然春贝的月牙细得像眉毛，边缘模糊。记下来，这批货退回，供应商拉黑。张医生，这批货是之前的老供货商，合作3年了。合作3年，坑你3年。你算算，这3年多花了多少冤枉钱，又有多少病人吃了没用的药？你为什么选我？我是急诊科医生，不是药房的人，而且急诊科最清楚什么药有效，什么药没用。你比药房的人更懂临床，而且见你记得最认真。学医的人认真比聪明重要。这算是夸奖？陈述事实。陈述事实。耳朵红什么？
瞳孔散大了，血压测不出，心电监护直线，已经没心跳了。还有一丝余温，心脉没断。周心道，准备肾上腺素，标准剂量静推。龚医生，持续胸外按压，每分钟100次，不要快，不要慢。西医强心，中医速命，同步进行。记住，这不是起死回生，是抢时间，每一秒都是命。回阳9针，护住心脉最后一丝阳气。金针锁经，不让阳气散尽的最后一颗溜子。有心跳了，我爸有心跳了！停下按压，观察。阎王爷不收我，您阳气没尽，他收不了。再晚2分钟，我就真没办法了。您命大。师傅，这是起死回生，心停4分钟还能救回来，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第一次见。心脉停跳4分钟，脑细胞还没大面积坏死，再晚2分钟，神仙难救。这不是起死回生，是抢在死神关门之前把病人拉出来，中西一起上才能抢赢。小大夫，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我孙伯在 S 城有3家古玩行，你想要什么？开口，字画、瓷器、老物件随你挑。我老孙说话算话。诊金300，去收费处结清。我救您不是因为您有钱，是因为您还有气。有气就不能见死不救。有意思，我活了73年，第一次有人跟我只谈300块。明天我让人送块牌匾来，就写“悬壶济世”4个字。这4个字，你当得起？你刚才手心全是汗，我看见了。你也有怕的时候。 4分钟我也怕，怕抢不过死神，怕让你白按了那10分钟，更怕让你失望。这是他第一次说怕，也是第一次说怕让你失望。在我眼里，他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原来他不是神，他只是比谁都敢赌。而他赌的时候，也在担心我，这个傻子。 我爸说了，这4个字，张医生当得起。师傅，4分钟，心停4分钟。我昨晚一闭眼就看见那条直线，睡不着，睡不着就对了。记住那条直线，下次才能抢得更快。 院里刚下的决定，成立专属急救复盘小组，张医生牵头，周主任配合，把昨晚的抢救流程完整梳理成册。院长，针灸在急救里的作用之前没有明确标准，所以才要梳理，不是让中医取代西医，是让两边知道各自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心肺复苏、肾上腺素静推、持续胸外按压，这些是核心手段，针灸辅助增效，定位必须清晰。张医生，这手册你来定框架。 你写西医部分，我写针灸介入节点。写完互相改，改到两边都认账为止。师傅，我怕写不好，怕就写10遍，写完你就不怕了。张医生，我是榕树街社区的刘芳。 我们那儿老人多，看病难，想跟医院谈长期便民义诊。刘主任，您先坐，具体什么情况？60岁以上占40%，很多都是老寒腿、晚期胃炎，有人信街边偏方，贴烂皮的，吃坏胃的。我们想让医院每月派人来量血压、验血象乖，再给调理方子。刘主任，要是老人迷信偏方，不肯检查怎么办？这就是请你们去的原因。你们说话，他们听。设备呢？社区有场地。
活动中心能腾3间屋，但设备得医院带，我们就出人和热水。我定了，你们仨组队，张医生牵头，龚医生负责基础筛查，周主任定检验指标，慢病为主，针灸、外敷、食疗同步上，义诊不收诊金，药费按成本。必查项是什么？来义诊的必须查血压和血常规，不肯查的不治，不是为难，是怕误诊。院长，我整理一份慢病筛查清单，今晚发给刘主任，让他提前通知居民准备。龚医生太周到了，我今晚就贴公告。每月1次，固定周6上午，不肯配合的我们不治。明白，我提前通知。这是榕树街居民健康摸底表，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占大头。今晚看看。行，院长，你放在这里吧。那我们今天先准备准备，明天出发义诊。太好了，又可以跟师傅学到东西了。那我就先回去整理整理了。刘主任说来了40多人，比预计多1倍。师傅，血常回击预热好了，但试剂只够30人份。医生，我爸这腿烂了3个月，偏方贴了无数，越贴越烂。糖尿病足，合并缝无间炎，再拖1周要截肢。血糖多少？没查过血糖。显微量。龚医生，准备青草包、双氧水、生理盐水。疼就喊，别忍着。溃烂深到筋膜层，偏方膏把伤口捂烂了，先去除，再外服生肌散，配合内服黄芪桂枝五物汤。血糖必须每天监测。师傅，血糖18.7，同理可疑阳性。立刻去医院查糖化胶原蛋白，下肢血管超声。这腿能保，但得规范治。明天带你爸去医院挂内分泌科。谢谢医生。一上午看了23人，你针盒里的针都快扎完了。你血压计得最准，比机器还稳。下午还有17个预约。张医生，有个姑娘在门外站了1小时了，不肯进来，说怕针。我去看看。你怕针还是怕人？我割过腕，怕你们问我为什么。最近是不是吃什么吐什么，整夜都在失眠？我妈说我是装的。我实习时见过一个姑娘，跟你一样大，她后来治好了，现在当了插画师。你叫什么名字啊？林小满。小满，今天不扎针，我给你写个方子：柴胡疏肝省散加减，回去让你妈煎，但有个条件，每天按这3个穴位，每个按3分钟。下周我再来，你告诉我按了没？你不问我为什么想死？你想活，不然不会站1小时等我看你。下周见。他就这样，但他说下周见，就一定会来。张医生，这是社区食堂大厨老郑，突然肚子疼。右上腹绞痛，向右肩房射，最近是不是吃了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对，昨晚吃了红烧肉，疼得打滚儿。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欠素可能。B 超确认，准备消炎烈火。我先止痛。
疼劲儿往下退了。今天41人，高血压发现12例，糖尿病足1例，抑郁症倾向1例，胆囊炎1例。师傅，我把所有病例按中西医双轨制整理好了，西医诊断、中医辩证、治疗方案、回访计划全对应。发给龚医生一份。给我？你筛查最细，随访交给你了，我信你。林小满那个姑娘，你为什么不问她为什么想自杀？问他等于让他再回忆一遍痛苦。他今天能来就是答案。你救人，连人心都一起治。上车，送你回去。老公云吞店那个方向对吧？你怎么知道我家方向？上次云吞沫吃完，我记着呢。他送餐时逆行，被轿车撞了，腿是不是断了？开放式骨折，黄金倾足时间6小时。准备手术室，通知影像科拍片。医生，我不能截肢，我媳妇怀孕6个月。不截肢，但骨头碎了，我得拼回来。信我。他接骨从没失手过，你配合，别乱动。师傅，西医方案是钢板镂钉内固定，但关节面碎了3块，术后创伤性管节炎风险极高。先西医复位固定骨架，我再针灸促血令，中药外敷消瘀。关节面碎块用刻蚀针交叉固定，比钢板更保活动率。碎骨拼合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否则关节报废。他怎么能凭手感做到？把他叫醒吧。我的腿还在，但3个月不能承重，配合中药熏洗，6周后必须要开始康复训练。血运好，脚趾活动正常，明天换外敷药。张医生，我男人说您接骨的时候手比机器还准，谢谢你保住他的腿。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治病救人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不用记挂报答。刻蚀针固定创伤更小，配合内残外敷的中药，能最大程度减少后期关节僵硬、走路跛脚的后遗症。家里炖了豚骨汤，您留下来喝点补补身子。您连着做3小时手术，肯定耗了不少心神。医院有规定，不能收患者食物，你们自己留着补身体。你现在怀着孕，更需要食补调养。我给你们写一份居家养网清单，饮食、热敷、康复动作全都标注清楚。辛辣、发物、酒精一律忌口。每日温水熏洗会处20分钟，力度轻柔。6周之后循序渐进做屈伸康复，千万不能过早下地。一旦骨头错位，之前的治疗就白费了。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说的做，绝不乱走动添麻烦。等我完全康复，一定好好跑单挣钱，好好照顾家里。张医生，我按了3天穴位，睡觉能睡4个小时了。肝气输了3分，但脾胃还是虚。你这几天吃了什么凉的东西吗？冰奶茶。张医生把脉比监控还准，你瞒不过的。原方加生姜3片，大枣5枚，补助胃气。再投喝冰的，穴位白按了。这是我画的你，可以送给你吗？画的比我好看，但下次画你自己，画你下周想做的事。谢谢你，医生，我先走了。你救他，不单只用针灸，针只能治身体，他想活，得自己找到光。那我的光呢？你本来就是光，急诊科最忙的时候，是你稳住所有人。我先走了。
师傅，急诊来了个怪病人，各科医生会诊半天都没找出对症方案。具体是什么症状？女病人32岁，突然全身僵硬，硬邦邦的，人意识清楚，但手脚身子全都动不了。肌电图、脑部 CT 全都查不出器质性问题，神经磊克按肌炸力障碍开药，一点效果都没有。病人现在在哪间留观室？就在急诊观察病房，家属急得快崩溃了。走，过去看看。你看，龚医生跟张医生天天搭帮出诊，关系不一般啊。刚刚龚医生耳朵都红透了。大夫，我爱人早上送完孩子回家，突然就变成这样了。他本身还有幽闭恐惧，现在连眼睛都不敢闭，心里慌得不行。能听到我说话就眨2下眼睛。这不是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中医讲属于重症惊涕肉血，仪器查不出毛病，根源全在长期情绪压抑、肝气郁结上头。情绪引起的。他最近公司裁员，天天担心丢工作，夜里都睡不好。长期焦虑惊举伤肝肾，肝是收筋的，肝气堵死冲逆筋脉，才会全身僵直不动。再拖下去，心神受损，后续更难调理。麻烦你按住他2条膝盖，防止扎针时他无意识挣倒。动了，他手指头真的动了。跟着我的节奏慢慢深呼吸，把心里堵着的闷气全都吐出来。我刚刚以为自己动不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吓死我了！太谢谢您了，大夫，谢谢您救了我爱人。师傅，单单扎针就能治好这种全身僵硬的情况，这是什么道理？中医讲肝主疏泄束筋，他肝气长时间淤堵，筋脉得不到舒展才僵直。针灸疏通肝筋气机，情绪有宣泄的出口，筋骨自然放松。人和身体本就是一体，形神要兼顾。你刚才说形神合一，我查过资料，这是中医情绪病的核心理论，但西医教材里几乎不提这个。西医看数据，中医看人，数据全正常，人却动不了，这时候就得换个思路。院长群里发了通知，市里医疗创新评选，咱们医院的中西医协同急救模式入围了，后天就要进行现场答辩。我不擅长这些，就说你怎么救的人，吉姆的鼠毒，坠楼小杰的淤血，兰兰的痰热喘憋，你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怎么判断的？这些就够了。那我需要准备一下。竞争对手很强，派的是中医院的副院长，国医大师弟子，答辩现场可能会很激烈。医术不是吵架，是拿病例说话。我先回去了。张文武，后天我陪你去。好，我先回诊室整理材料。那我先回去整理 PPT 了。答辩不是炫技，得让他们看懂中西医怎么配合。我猜你还没吃饭。PPT 整理好了，病例部分不够细，给我看看你写的提纲。吉姆的案例，你只写了糯米浴排毒加自在解毒丸，没写怎么判断是鼠毒不是蛇毒，评委肯定会问。闻出来的。山灰鼠毒有腐肉腥气，蛇毒是腥甜味。这个得写进去。还有坠楼小杰内力，你写三灵针刺络加桃红丝汤，但没解释为什么敢在胸腔出血风险下活血。因为你们西医引流兜底，没有龚医生你的同步操作必是引流，我不敢下针。你答辩的时候也要这么说吗？说的都是事实。先吃饭，我给你带的山药粥。你的竞争对手是中医院副院长秦怀金，国医大师半门弟子。答辩题目是经方在极为重症中的标准化应用。评委里有人支持这个方向。中医不能标准化，同样一个桂枝汤，这个人喝了发汗，那个人喝了心慌，辩证错了，经方就是毒药。
所以你的核心是辩证。是人，西医看数据，中医看人，数据一样的人，体质不同，治法不同。我整理的近3个月急诊数据，引入中西医协同后，抢救成功率提升12%，平均住院日缩短1.8天。数字不会说谎，你需要一个让评委记住的收尾。谢谢你，龚医生。明天我再过来串一遍 PPT， 答辩那天我坐第1排。医学的尽头是让人活得好，不是让数据好看。师傅，投影好了，您先过一遍。PPT 第1页放这个。已经做好了，你先看第3页。吉姆那个案例，我加了气味对比的图示。蛇毒和鼠毒的气味区别，你怎么画的？找了2种气味的分子结构图，旁边标注你写的星田和辅星。评委里有西医背景，看得懂这个。师傅，我整理了西医部分的配合流程图，您看看有没有漏？先是止血，然后引流，再次针灸介入，最后汤药巩固。第3步改一下，不是针灸介入，是中西医同步，针灸和引流同时开始，不是先后。对，我改。最后一页我放了数据，但收尾那句话，医学的尽头是让人活得好，要不要换成更正式的表达？不换。好，那答辩顺序也定了，秦淮琴先讲，然后你再讲。那我先回诊室整理了，明天就要答辩了，你们继续准备吧。师傅，龚医生熬得眼圈都青了，您答辩完是不是该表示表示？表示什么？当我没说。师傅，我查过了，答辩地点在医学院报告厅，车程40分钟。PPT 我备份了3份，U 盘、电脑、云端各1份。昨晚没睡。我把数据又核对了一遍。师傅，秦淮锦已经到了，还带了个助手团队，5、6个人。我买了这个，提神。你喝，我觉得你更需要清醒。等等，这是我当年考医师资格证时带的，给你。考完了还你。不用还。今天分2组上台讲方案，先有请中医院的秦淮钦副院长。我多年深耕传统中医，始终认为古法汤药、银针足以应对绝大多数病症。西医各类介入器械多会扰动人体气血本源，常规急救完全不必过度依赖。下面轮到 S 城第一医院的代表张文武。我只有4个案例。第一个，吉姆沃尔财团外宾，山灰鼠毒，西医血吸无效，我闻气味辨别毒源，糯米玉拔毒，针灸护脉。为什么不用血吸？鼠毒分子量大，透不过去。西医看能不能过滤，中医看毒在哪儿。毒在经络，针比机器更快。你凭什么确定是鼠毒？气味，我师傅教过。食尸鼠食腐肉，它的毒带湿腐气，这个没法写进指南，但能救命。第2个案例，坠楼小结，胸腔积血淤血堵滞心肺，西医不敢活血，怕出血，我敢，因为我的搭档同步操作胸腔闭式引流，他淋流的速度决定我能不能下针。中西医不是谁配合谁，是2个人同时赌命。第3个，兰兰15岁，痰热闭肺，血氧75，西医准备插管，我扎了4针，血氧94。为什么敢不插管？因为我摸他脉，脉还有力，脉绝才插管，脉不绝，针比管子快。第4个，苏婉32岁，全身僵直，肌电图正常。我给他把脉，发现他肝气郁结，冲逆筋脉，扎太冲阳陵泉，他哭了，就能动了。
同样的心梗，这个人能荣烧，那个人流了会出血。中医不单单只看数据，看的是数据背后的人。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道理，也是我答辩的收尾。医学的尽头是让人活得好。经5位评委综合打分，现场并案核验，本次医疗创新评选1等奖。S 城第一医院中西医协同急救与慢病一体化诊疗模式项目负责人张文王。刚刚你站在台上发言，我看见你的右手一直在轻轻发抖，难免有点紧张。等活动结束后，我打算带我院医护过来观摩你的急救流程，咱们互通长短，一同精进医术。随时欢迎过来，一起探讨临床实操经验。张医生，恭喜你得奖了。谢谢。这段时间你每天坚持按穴位了吗？按了，睡觉能睡够6个小时了，每天早晚都按，现在能安稳睡6个小时。这里是我画的2张画，一张是在公园写生图，一张是你和龚医生。我现在找到我自己的光了，画得很好。因为我想活了。下周去写生，穿长袖，别让疤痕被晒到。张医生，我下周再来。希望你到时候能带新画来。小满找到自己的光了，我也找到自己的光了。